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少女脸成事业最大闪电点。近日，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热议，焦点集中在网红与明星合影的问题上。虽然有些网红本身长相普通，但通过高超的照片编辑技术，却能够让自己比明星更加美丽迷人。通过剪头、瘦脸、拉长腿、美白皮肤等一系列治疗，他们仿佛变成了真实版的芭比娃娃。然而，无论 P 图技术多么精湛，总有一天会暴露出缺陷。其实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反对 P 图，而是反感过度修图的图片，因为一张完美无缺的照片与现实中的真人并不相符，而这种行为无异于欺骗。并不是每个女明星天生就拥有出众的颜值，有的还需要依靠照片修饰来提升自己的形象。然而，近日国民女儿杨紫的出现却引发了广泛争议。杨紫宣布参加微博之夜后，遭遇了不少不友好的批评。有博主调侃，当杨紫一定要参加微博之夜时，整个春天的美景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评论区的声音更加刻薄了，有人公开晒出杨紫的丑照，指责她头大脖子大。有人嘲笑她靠修图技术，甚至有人嘲笑她只穿露肩衣服。虽然一直反对大众对女明星的颜值提出苛刻要求，但毫无疑问，杨紫的颜值和身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修图手段。经过精心护理，杨紫的皮肤显得丰润年轻。虽然称不上娱乐圈的颜值巅峰，但至少也达到了中上水平。尤其令人羡慕的是，她在30岁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迷人的容貌。然而，即使是修饰的最完美的照片，也难免存在瑕疵。有一张她站在柜子前的照片，看上去很普通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柜体的线条有些扭曲。这张照片要么是用大滤镜拍摄的，要么是过度修饰的，甚至修饰师都忽略了物体的原始形状。杨紫在元宵节期间发布的照片引起了混乱。整个脸看起来很不自然，嘴唇饱满丰润，苹果肌也充血肿胀，让人以为蔡明注射了玻尿酸。随着镜头拉近，她的表情变得更加僵硬。也许修图师已经无法修复，只能通过模糊来掩盖瑕疵。更糟糕的是，虽然这些照片都是同时拍摄的，但杨紫每张脸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，有时是鹅蛋脸，有时是鹅蛋脸，让人很难准确识别她真实的脸型。杨紫在高清镜头前的形象与工作室发布的修图版完全不同。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，她身穿粉色碎花裙，手臂和肩膀看上去略显丰满。精致的照片中，她变得又瘦又高，肩线清晰可见，宛如仙女。然而在春晚的镜头下，她的法令纹清晰可见，突出的鼻梁和僵硬的苹果肌看起来很不自然。特写中，她的下巴扬起，有点像蛇精。不过粉丝晒出的照片都经过了大面积的美肤、美白处理，法令纹几乎看不见。有一次，杨紫晒出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婚纱照，她有着一张巴掌般的脸庞，精致的五官，令人沉醉。然而，当她看到镜子里的她时，她的脸明显放大了。某年的微博之夜上，杨紫的修图照片被彻底修图了，她变瘦了，失去了原来的容貌。事实上，现场拍摄中她的腰部很丰满，脸上也有肉。她甚至曾经使用照片编辑软件将字体粘贴到她的脸上。直播镜头前，她的面部僵硬越来越明显，几乎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脸颊随时都会被撕裂。电视剧征程的第一部是演员的原始照片，但真正展现给观众的却是精致的照片。比如杨紫主演的《沉香如片》，她的原图和精华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尽管使用了美颜滤镜，杨紫的脸依然掩饰不住瑕疵。让她看起来不自然的是她突出的下巴，明显是小了包。尤其是侧面特写，这个小包包显得更加显眼，露出了明显的硅胶痕迹。有时，数据包甚至可能看起来是缩进的。在之前的电视剧中，她的下巴凹陷更加明显。这些巨大的变化令人深感遗憾。杨紫从演艺生涯开始就一直表现出色。她曾是《家有儿女》的亮点，为她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那时的杨紫虽然没有如今的白皙肤色和面容，但她凭借自然灵动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鉴于她最初的外貌条件，她可以选择向演艺道路发展，而不必过分强调自己的外貌。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，
他主演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影视剧，包括《依然守护者》《爸爸回家》《战长沙》等。然而，《欢乐颂》却给他的演艺事业带来了全新的活力。他在剧中饰演的邱莹莹一角引起了很多低收入女孩的共鸣，他也获得了白玉兰奖和金鹰奖的提名。杨紫本来可以利用这些经典角色进一步提升演技，赢得更多奖项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她却选择参演了《亲爱的挚爱我的莫格利男孩》《女心理学家余生请多指教》《沉香如薯片》等一系列热门剧。虽然杨紫的演技还过得去，但这些剧大多只追求流量，缺乏口碑。为了顺应交通方向，杨紫开始过分强调自己的外表。每次她出现在活动中，团队都会主动宣传杨紫美如花、杨紫穿 XX 连衣裙等热门话题，并进行精心的修改搭配。传出照片后，粉丝们也会配合宣传。然而，这种营销技巧似乎相当笨拙。杨紫是娱乐圈中的一位美女，虽然她长得漂亮，但她的团队并不珍惜她的天生丽质。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，她都一般。没必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美女，否则以后肯定要承受相应的代价。杨紫如今已步入中年，但她依然对偶像剧情有独钟。虽然她渴望转型，但她面临着巨大的挑战，因为她现在的形象经不起高清摄像机的审视，她无法放下这个形象，只能继续沉浸在交通剧的重重滤镜中。杨紫，是时候从精致画面的幻想中醒来了。你欺骗了你的粉丝，也欺骗了你自己。站在美丽的祭坛上，终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当你失去了大众的喜爱，你曾经拥有的流量也只是昙花一现。02新剧终于完结了，肖战晒照片感叹太阳与我同在，他来到世上看太阳。9月17日，肖战晒出剧照，宣布电视剧《太阳与我同在》拍摄顺利。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年轻人如何成长并在职场取得成功的故事。肖战饰演的盛阳是一个阳光、努力、勤奋的年轻人。晒出的这张照片中，肖战身穿豹纹棉质西装，十分帅气。他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认真地工作着，神情专注又轻松。这张照片展现了盛阳可爱与冷静的双重性，以及多才多艺的性格。不仅如此，肖战在配图文字中进一步加深了这张照片对盛阳性格的诠释的本质。当你来到这个世界时，你必须看到太阳，他写道，并附上了向日葵的照片。由此可见，肖战将盛阳的性格比作太阳，是整部剧中最闪亮的存在。每个人都应该在职场上拥有阳光般的拼搏、勇敢和决心。最后，肖战还在照片中透露了一个小彩蛋，这张照片是长发版盛阳。这不禁让人好奇，肖战在《太阳与我同在》中还有哪些造型和角色呢？期待肖战在未来的作品中多姿多彩的呈现。《太阳与我同在》的结局令人欣慰，却又令人遗憾和不安。肖战与白百合共同主演了娱乐打造的电视剧《太阳与我在一起》，讲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。该剧的大结局看似圆满，实则留下了2个令人遗憾的情节点。主角盛阳、肖战是和潘柔、白百合是之间的爱情故事感动了观众。在大结局中，观众终于看到了他们追求爱情的结果。宋晨饰演简冰，鼓起勇气向潘柔表白，成功赢得了潘柔的芳心，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。潘柔和宋晨经历了很多第一次，这些珍贵的回忆是彼此密不可分的。与此同时，盛阳和姐姐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，他们之间的默契令人感动，甚至让盛阳的母亲感到自豪。盛阳在姐姐的帮助下参加了颁奖典礼，这对于这个第一次参加颁奖典礼的新人来说并不容易。有姐姐在身边，盛阳终于安心了，对姐姐充满了敬佩。然而，该剧的结局在给人们带来美好结局的同时，也隐藏着2个令人遗憾的情节点。第一个遗憾是盛阳没有获奖。虽然我姐姐最终获胜，但这并不令人意外。姐姐一直都很优秀。盛阳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获得了很多奖项。姐姐的优秀被人称赞，盛阳却一直默默追随她的脚步。人们都以为盛阳快要追上姐姐了，他创办的公司也会取得一些成绩。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姐姐获奖，盛阳却没有获奖。第2个遗憾是姐姐和盛阳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。观众原本期待2人的故事情节更加合理、更加丰富。不过，随着剧情接近尾声，2人的互动并不多。
盛阳事业遇到困难，姐姐的公司也几近破产。不过姐姐的公司已经经营多年了，不太可能因为一点小纠纷就面临破产和裁员。人们以为姐姐的公司即将破产后，盛阳会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，让姐姐重新认识自己。他们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，甚至可以展开真正的比赛。然而事实是，盛阳依然站在姐姐的身后，成为她的支持者。两人在决赛结束的颁奖典礼上拥抱在一起。该剧并没有过多描述他们之后的生活，这也是一个遗憾。尽管有这两个遗憾，电视剧《阳光有我》仍然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。该剧在演绎一段深情的爱情故事的同时，也展现了团队的努力和追求卓越。观众被剧中的角色所感动，期待看到更多精彩的发展。太阳与我同在的成功离不开肖战、白百合以及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。他们精彩的表演、扎实的表演，给这个故事赋予了生动的魅力。在探索爱情和事业的道路上，太阳与我同在给观众留下了一些遗憾，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梦想和追求的思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